荡，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为你疗伤？你说你成熟大方，天下无双，轻易放心上，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一水撑不了海洋，一人力量大。只要家人在身旁，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无论大事小事，大家一起扛，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无论伤心开心，大家一起唱。可只有家，就会有天堂。无论幸福祝福，大家一起想。一定让你充满希望，无论艰难困难，大家一起担，勇敢去闯，家是快乐的负担。今天的账目你要不要看一下？不用了，我看你看一下会比较好。伯母。爸。哎，回来了，雅琪下班了。是啊，对不起啊，伯母，刚才跟客户开会，弄到这么迟。没关系，我们也是常常忙完了再吃晚餐的。坐。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不用不用，你跟佳琪到楼上休息一下，待会儿我准备好了再叫你们下来。没关系啦，你老师不让我帮你，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妈，这个人呢，不用太宠他的，尽量折磨他，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什么厉害呀？说的我好像很都似的。哎，对了，伯父呢？跟佳琪的姑姑啊，到疗养院去看阿公。怎么了？阿公又不舒服了？不是，阿公昨天在疗养院卡拉 OK 比赛得了冠军，今晚要大请客，你爸爸只好过去付账去了。原来阿公这么厉害的啊。哈，我们阿公可真的厉害，他在疗养院呢，还有很多支持者。如果你把他带回来，他会翻脸的。你不要说那么多，盛一碗汤给雅琪喝。哦。哎，不用了，伯母，还是等大家一块吃吧。我也习惯这个时间才吃晚饭的。哎呀，你们这些企业女性啊，真是不容易啊。佳琪前几天跟我讲啊，你忙到胃病又发作了。那是老毛病。其实伯母你也不容易啊，要照顾一个家，还要打理一间店。听佳琪说啊，阿公退休后呢，这间店有你才会做得这么好的。那也没办法，佳琪的阿公啊，只要吃到别人炸的鱼啊，就发脾气说要炸掉快乐鱼，只有吃我炸的他才满意。我不扛下这个担子也不行啊。那证明伯母得到阿公的真传啊。说真的，炸鱼呢看起来很容易的，但是要真的炸得好呢，不简单。是啊。炸的好不好吃，最关键的就是在那条鱼身上。首先要选好的鱼，不但要新鲜，还要有弹性。所以每天一大早都是我亲自去市场去选好的鱼。很多人家都是用冰冻鱼来炸，以为只要用油一炸出来的味道是一样。可是我们这个快乐鱼绝对不可以这样做。除此之外呢，还要有切工、刀法、油的温度。当然，最重要的是秘密的配方。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鱼人人会买，但是秘方不是人人有。很多人都是用大量的味精去腌，炸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吃。吃完之后啊，要不断的喝水。有些对味精敏感的人啊，脸部的肌肉还会发麻的。所以说，就像佳琪阿公说的，害喜一郎啊。所以阿公传下来的秘方啊，是特别讲究，炸出来的鱼啊是特别好。妈，听一听，让雅琪喝一口汤。好像姐姐传授武功这样子。哎，说不定等以后我的武功就是要传给雅琪啊。不行啊，伯母，我平时很少进厨房的。小时候呢，我妈都是叫伙食的，每一天都有人送饭菜到我们家。我们家的厨房是用来摆的。不怕你笑啊，我连炒饭都不会。对不起啊，这点我帮不了你的忙。谁叫你自己跑到快乐鱼来啊？这个叫做送羊入虎口。佳琪，你不要欺负雅琪哦，她不会就学，学了就会。哎，来跟我进厨房，雅琪，来，伯母，来。
一定会炸坏的。炸坏了给佳琪吃。哎，那我不吃那个垃圾桶。你活该！炸鱼之前把筷子放进去，筷子边上冒出很多泡泡，就代表这个油热度差不多了。丢进去。就这样放进去啊？哎，但是也很热的啊，小心点遇手啊。别小看我。对，做给他看。啊，好了，再试一次。再来啊！好了，伯母，这些鱼要炸多久？有没有闹钟设好时间啊？你们笑什么？餐馆都是这样的吗？要设好时间，你就知道你的面要烫多久，东西要炸多久，要按照规矩的。是啊，很多快餐店都是这么做。可是我们快乐鱼是凭感觉，凭感觉。鱼的大小不同，炸的时间不一样，不可能一起捞出来啊，所以要凭感觉。哎，伯母你去哪里啊？休息啊，那这些鱼怎么办呢？凭感觉。佳琪，留下来帮我。他炸的鱼通常是木头，千万不要叫他帮忙啊。不是我不肯帮忙，我是爱莫能助啊，凭感觉。喂，你的鱼跑掉了，我拉不起了。差不多了，继续。行啊，你行啊，加油！你来做什么？来看你喽！哎呀，昨天真是吓到我半死啊！他们说新闻有报道，有个女人被强奸呢。是他们说的。我死是我的事啦。哎，佳倩，哎，我有买东西给你吃，有你爱吃的。不要，我不想吃你这个皮条客的东西。什么皮条客？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那应该怎么说呢？叫你应招女郎经理啊！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的啊！人家出面帮我解决那件事，还借了我一笔钱，我总该帮回人家吧？做人就要讲义气嘛，对不对？你去讲你的义气啦，不想听你讲废话。佳倩，放手啊！好，你既然看不起我这个皮条客，我走好了。我知道做人要自动点，像我这种人只配在窑洞这种地方混。我以后都不会来惹你生气了。喂，大厨师，好了没有？我们饿死啦！请大家多多包涵。对不起啊，炸成这样子。啊，这个门外汉竟然让我妈没吃就点头，那我要吃一片。味道差太远了，伯母不要勉强了。就是这个味道。当年我第一次炸鱼的时候，也是炸出这样的样子，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跟你炸的一模一样。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我吃起鸭血蟹在你炸的鱼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好多的往事哦。
真厉害啊！我妈现在要炸出这种鱼啊，都做不到啊。你是要讽刺我？雅喜，也许你就是我的接班人。20年后，你和我一样，会炸出美味一级棒的鱼啊！哦，我妈选你为接班人了。要去，干嘛那么大声？没，哎，大姐夫来了。果然他们有吵架了。你们吃了没有？现在有鲍鱼吃都吃不下，怎么了？气都气饱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佳琪，还有没有酒店的账单全部拿出来？啊？还有没有酒店的账单全部拿出来？啊？好，我全都知道了。我都交给大姐夫了。那这些账单你拿回去，叫你那个酒店的朋友呢，不要给折扣，开足价钱。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不要那么好心。我跟你说啊，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一个个没有良心的，他们竟然说啊，怀疑这些账单是假的，说我们拿别人的账单跟他们要钱。大姐，这些账单的确是你的交工签的。那还用说？他们明明知道啊，那2个老的会吃会享受，可是呢，偏偏要赖账。他那个大嫂还说啊，哎呀，2个老的能吃多少东西呢？你看牛扒，他们哪里有牙齿咬？哎呦，怎么有马杀的账单？开玩笑，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massage？哇，太阳眼镜啊！嘉喜呀，你不要跟我说啊，他们2个老的跑去游泳池旁边晒太阳哦。可是那2个老人家真的这么做，他们在泳池边吃东西，我亲眼看到的。也许他们的孩子真的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他们不是不了解，他们是可以赖就赖。不是吧？他们怀疑这些账单是我加上去的。对不起啊，佳琪，我大嫂的人就是这样。大姐夫啊，千万不要那么说。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没关系啊，那就不要算了。什么不要算啦？喂，那不是很便宜他们？大姐，我跟你说啊，即使是1分钱都要跟他们算，而且不要跟他们拿折扣。他们明天如果不去接人的话，你1分钱都不要跟他们付。让酒店去报警抓人，让新闻去拍，让报纸去写，最好让全新加坡人都知道。他们要斗狠的话呢，好啊，那看谁比谁狠。哎呀，你就是这个火爆脾气。妈的，他们不负责任就算了，他们现在竟然怀疑啊，我们串通佳琪来骗钱啊，真的是神经病啊！你也是，干嘛要帮他们呢？现在那些兄弟啊，把2个老的一丢，拍拍屁股跑掉了，就这个笨蛋伸手去接，而且还笨到送2个老的去酒店住。大姐夫，大姐，是我建议大姐夫先让他们住酒店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总不可以让2个老人家睡街边啊。是啊。我就是让2个老的睡街边，逼他们出来解决问题。他家老大做生意好面子，老二是教授爱名誉，他们最怕别人知道他们家的丑事。偏偏啊，这个笨蛋不听我的话。嘘，不要再骂雪字了。他没有感觉的，你看我现在气到半死，他却跑去厨房里面吃东西。他是不是没有吃东西啊？你们知道那些兄弟有多衰吗？他们现在看我们啊有钱，让2个老的去住酒店、去按摩、去享受，他们呢准备什么都不管，不止酒店费不付，还想把2个老的再退回给我们。这怎么可以啊？那也太过分了。他们就是那么阴险。喂，你干什么？我要出去一下。姐夫要去哪里呀？不要管他，可是他神情有点不大对耶。他早上给我骂了一轮，现在心里不舒服，不要管他。刀子，哎，大姐夫，大姐夫，不要这个样子，大姐夫。佳琪，你不要管我，大姐夫，你发什么神经啊？你拿刀子干什么？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他们还是这样的话，我就你就怎么样？你去杀人啊！我就死在他们的面前。你们看，我还以为他有勇气去杀人，原来他要杀他自己。大姐夫，你冷静点，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大姐夫，
你们两个先喝一杯冰水，冷静一下，不要为了一点小事这样，真的差一点闹出人命。你也是啊，专门挑那些不好听的话来说。好啊，我什么都不说。那以后发神经拿刀砍人的会是我。大姐，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大姐夫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啊，不要冲动做傻事啊。对呀，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文文着想啊。我受够了，我真的是受够了。算了算了，你不用搞到啊要死要活的。我以后什么都不管，反正父母亲是你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叫他们回家住就回家住，你要做好儿子、好兄弟。我也不想做坏媳妇儿的。你以为我想出去啊，给人家丢臭鸡蛋吗？我不管了，以后我什么都不管。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不要再闹了，大家都回去冷静一下，回去。佳琪啊，送他们回去吧。哎，对，大姐，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先没有得势的。大姐夫啊，你回去吧。我好好走了。来，大姐。佳琪这个样子，总有一天会出事儿。Mamma mia, must be very pain. Ayo, why your mother so cruel? 哎呀 ，it's okay 啦，但是他妈是爱妈。I know. You say your mother beat you because she loves you. Yeah. I really cannot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Mom, sir, have you eaten? Forget about me. What about you, sir? 怎么样？你弟妈妈没帮你涂药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打你吗？因为我做错事。这是其中个原因。你是老天爷照顾你，给你一个比别人聪明的脑袋。可是啊，你不要自我膨胀，以为自己真的是无所不能，要不然以后吃亏的是你自己啊。我知道了。Mom, this is my levy for this month. $345. This month I earn $800, so you get 40%. Here's 320. You must be very careful. If you get caught, we will be in trouble. Then I have to go to court. Won't lah, Mom. The families I work part-time for are all very nice. They won't report me. But now, I very headache. Mom, I help you to massage? No need lah. Massage also no use. I think you cannot go out and work part-time anymore. Maybe Agong Apo will come and stay. You have to stay back and look after them. Okay, no problem. 妈咪，你真的让阿公阿婆来这里住了啦！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媳妇。Yellow. Oh, yellow. You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s? Yes. Nowadays, my Mandarin not bad. When Ben said you are the best daughter-in-law, I also think so. 对咯，妈咪最伟大了。Yellow. 好啦，你们两个不要一唱一和啦。我不是什么伟大，我只是免得人家用死来逼我啊。文，这句我就听不懂，你妈咪说什么？我还说不了。Daddy， 你在想什么？我没想什么。你的头还痛不痛？妈咪其实不是不要照顾阿公阿婆，她只是觉得很不公平。我知道，其实你妈咪已经对阿公阿婆很好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一直想来我们的家住。可是大伯、二伯跟四叔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是他们不要照顾阿公阿婆，而是阿公阿婆喜欢在我们这里住。这样啊，他们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这一点，妈咪最生气了。我知道，所以一向来我都没有怪过你妈咪。要怪的话，就只有怪我自己没有。连这样的事情我也处理不了。
我真是失败。别，哎，安格林，我来帮你。哎，好，谢谢你。哎，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哦。老板娘，这是你的账，啊，所得税可以扣除的项目我都已经帮你列出来了。谢谢你啊，太麻烦你了。哎，别那么说，我买面包。来。不用啦，一个面包而已，拿去吃吧。不行，你做生意的怎么可以不收钱呢？你跟我做账也没跟我收钱啊。这不同。有什么不同啊？我不是靠做账吃饭啊，而你开这间店就是为了做生意，怎么可以不收钱呢？拿去吧。那好啊，等我找钱给你啊。不用了，改天再来吧。哎，你没事吧？没事。你还说没事？你看你胶布都掉下来了，我拿新的给你哦。不用了。要的。喂喂喂，别走得这么急啊！像鬼咩？这么怕我？哎。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看到你自己的额头啊？你放心，我不会吃你的豆腐的。来，头低一点。哇，你这里有伤，那里有一痕的，怎么搞的？我撞到的。撞到？你别骗我啦，80%是给老婆打。不是真的给我说中了吧？不是的，不是的。夫妻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看得出来吗？因为我本身有经验哦。是吗？是啊，我前阵子常常给我老公打，有一次还给他打到鼻子歪掉了。那现在呢？我忍无可忍，就要去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通常听到都是老公打老婆，老公被老婆打倒是少见哦。这证明你是个好男人哦。好男人有什么用？人家都说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切，这是什么歪道理啊？说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没有吃过坏男人的苦头。女人最重要的是嫁给一个好男人，那才算是福气。不管是男人也好，或者是女人也好，只要是好人，都是很难做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从来不跑人家1分钱的。可是，不说了，不好意思，我妨碍你收店。是不是一定要跟成功画上等号？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事业，是不是不会得到尊重？如果我现在不是坐在这里啃面包，而是一个千万富翁，嘉许还会不会这样打我？我会不会连父母都奉养不起？就连面包的待遇也不一样。在杂货店里所卖的，一整包才快半钱；在名牌面包店里所卖的，一个动不动就要4、5块。
更何况是人。一个失败的男人，会不会永远这样得不到尊重？难道我就永远这样下去，到死也抬不起头？你走了，要不然我报警抓你。我有法庭的人身保护令，你最好马上走。保护个屁！你不要用法庭跟警察来吓我。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不把店给我，我就不离婚。你还算是人吗？连店都要抢给那女人，店给了你，我跟孩子吃什么啊？我管你们去死啊！总之没有店我就不离婚。律师说，即使你不同意，我也可以申请离婚的，因为警察局有你打我的记录。有记录是吗？那我就再打给你。那我就一脚踢死你！这么厉害！你最好给我想清楚。我死都不给！不给！不给！不要动，跟我回警局。喂，她是我老婆。他报案说你经常骚扰他，我们在这里已经埋伏很久了。他也有法庭发出的人身保护令，我刚才也亲眼看到你打他。走，跟我回警局落案。你是警察，有什么证件？证件。好，你想看证件是吗？行，我必须把你扣起来。奥斯曼，卡宾。OK， 不要抓我，我以后不敢了。警察先生，我没事啊，你让他走吧啊。不过他刚才打你啊。我老婆都说不追究了。哈？我有叫你说话吗？哎呀！你动不动就可以骂人打人是吗？痛啊！痛！你现在终于知道痛了吧？那你为什么还要打人呢？警察先生，他的头要爆了。Sorry， 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不敢了。警察先生，我已经叫律师办离婚手续，现在不想节外生枝，你还是让他走吧。对，我就是来跟我老婆谈离婚的事。Let me go, sir. Let me go. 好，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你，知道吗？ Did I make myself clear? Yes, sir. 给我滚！喂，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紧张到有点脚软。怎么？你的嘴巴流血了？哎呀，只是有点裂了，没事的。说真的，我还要谢谢你们，要不是你啊，恐怕我还真的会给他打死了。我看他那这样打你，我想报警是肯定来不及了。打骂，我是肯定打不过他的，所以才会冒险出这一招呢。刚才我看你用这种方法，真的吓了一跳哎，我还怕你会穿帮呢，想不到你越演越好，到后来还真的有点像警察呢。我真是越骂越过瘾，出了一肚子的气呢。哎，你凶起来还蛮威风的嘛，啊？是吗？如果你这样子对你老婆，我看还是不敢打你了。对我老婆不行，我不敢。为什么？怕她？不是的。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很爱她，所以才不舍得这样对她嘛，啊？我身为男人，不能够让老婆还有孩子过着舒服的生活。我已经很惭愧了，如果还对她不好，那还算是人吗？像你这么好的老公，怎么你老婆还打你啊？其实她也不是故意的。说到底还是一句老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没钱，连做夫妻也会做得很辛苦的。拜拜。白你的头啊！会在巴沙那边卖烧鸭，来这里做么？你嘞？你来这边干什么？我来拿货啦，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啊？是拿货还是来看货啊？看什么货？不要假假啊！以前是你妹妹来拿，现在是你自己来拿，而且是天天来拿。那么要这样多货干嘛？这么生意做大不可以啊？可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干嘛？想打架？跟你打闲啦！去台湾请霹雳火啦，或去香港请冲天炮啦！不要脸！罗家龙，我忍你很久了哈。你们要做什么？给我等着瞧。等就等啊！你们到底怎么了？没什么啦，来我帮你。谢谢你。哎，老高什么时候出院啊？本来是今天的，可是医生说要帮他做什么心脏检查，所以多住2天了。应该嘛，反正都住院了咯，要检查一次检查个够啦，省得以后麻烦嘛。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老高很不放心这间店，整天吵就要回来。是啊，你以为他不放心这间店啊？他不放心你吗？那你告诉我，最近有没有人来嘎叫你啊？有跟我讲嘞。没有。真的没有？真的。那我寄来怎么？哦，他是来买东西的，说不定我要不要吃烧鸭咯？他说今天的烧鸭烧得很好吃，还说要送我一只啊。他这样好死请你吃烧鸭？我说我不要。对咯，他烧鸭有什么好吃？他用的全部都是冷冻鸭嘞，烧出来干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哎，我告诉你啊，以前他是开武馆骗钱的嘞，因为没有生意才改行卖烧鸭的吗？你千万不要吃他的烧鸭，你吃了他以为你对他有意思，第二次他就叫你去给浪了咯。去给浪做什么？开房咯。真的吗？这么吓人的啊？But then， 哎，你看他的耳机上面不是有个鸡球咯？他们说啊，这种是低高杯的垃圾球啊。他连巴沙卖菜那个狗雷说都要上嘞。真的吗？狗雷说差不多50多岁了嘞。对咯，哇，人家还有老公嘞，这样都要上，真的是低高嘞。是不是真的？你不要乱讲哎，这样对狗雷说很不公平的。这种事情不能乱讲的嘛。那有人看到他们在 East Coast 的卡巴，2个人在车里面，车窗用报纸全部遮住嘞。你说他们在车里面做什么？在停车场做什么事情？会害臊咩？就是咯，他要省开房的钱啊，那个是 OK。所以我跟你讲，你最好不要跟他见面，连话都不要跟他讲。我知道了。老实说，在这里我只相信龙哥你一个。哎，你知道我有事啊？哦，你可以帮我把这2张票还给你弟弟啊？你看25块哎，反正我也不想去看，你这样卖给别人好了。对咯，他的戏都看不懂的，而且卖到这么贵。哎，第二件事呢？今天星期5对吗？是不是又跑夜嘛？对呀。那你有没有 tips？ 哎，我龙哥嘞，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大杀四方了咯。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下注啊？有问题吗？没问题，只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嘞。这次我要亲自进马场，看那些马匹还没跑出来之前的状况，我才能够选那一批的吗？哎呀，你又知道，我们进马场又不可以带 handphone 很难联络你的嘞。这样啊？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啊？这算不算是约会啊？那我是男的，
他是你的，当然算是约会了，对不对？哎呦，你做什么？是你挡我的路哎！哦，哎，对呀，那这个你拿回去哦，人家没有兴趣。谁呀？阿娇嘞。是不是你干的好事？什么？是不是你让他拿回戏票？哇，我吃饱这样空闲呐！哎，人家哦没有兴趣看你这种闷死人的戏嘞。哎呦，你省省啦，人家不会看上你的啦。哈哈哈，人家就看上你，不会看上我。这有什么奇怪？哎，每个人都讲我高大威猛哎。高大威猛，对啊，肚子再加个游泳圈啊。哎呀，这个很简单的嘛，少吃几顿就消了咯。哎，很多人讲哦，李南星像我嘞。李南星看到你都会头晕的。当然啦，因为我帅嘛。哎呀，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嘞，重要的是哦，我有那个女人她们一直要的那种什么安全感呢。是谁说朋友妻不可欺啊？所以说，像我这样有吸引力哦，我也不让他有机会了 ，OK？ 哎呀，带他去马场开开眼界，这没什么不对吗？更何况是他叫我，又不是我叫他，这就是朋友妻不可欺咯，对不对？这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吗？你嘀嘀咕咕什么啦？真的不能输嘞，输了真的没面子。我曾经跟他讲我多厉害，多厉害，可是偏偏哦，接下来这几场马都没什么把握嘞。要是输了哦，真的是哦没面子嘞。你有点多麻了啊？满德，你不要倒了头会笨的嘞。人笨啊，再怎么样打还是笨的啦。哇，你这句话很伤人呢。哎，刚才你说什么？我叫你去切马铃薯啊！哦，老板娘不用了。不行，一定要叫他去帮忙，要不然啊，他这个人啊，迟早会被马害死哦。我是给你吓死啊，每次都给你骂到不乐不乐的嘞。你呀，我这是给你气死啊！喂，俺们快乐约。喂，喂，神经病，没有声音。哥，是不是找你追马赛的？史威廉，你不要乱讲啊！什么马赛？不是啊，今天早上一个人来啊，说你欠他8000块钱的马赛。嘘，嘘什么嘘？我已经跟人家讲了，如果找你算账的，千万不要找到这里来。老板娘还拿了把刀给他，叫他去砍你啊！哇，马德，你真的很残忍呢，这样对你儿子。我心里想啊，人家还没砍死你以前，我先敲死你啊！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啊！哎，好心你改一改啦，一大把年纪了，还整天都不会想。哎呀，法德，你年轻还不是跟我一样？我整天听到阿公在骂你的。哎，让我来。喂，快乐鱼，你几点要啊？可是那个时间啊，我走不开耶。老板娘啊，都12点多了，怎么才几个顾客呀？是啊，我也在觉得奇怪啊。哎，你们生意也少了？怎么？你们的也很淡呐？哎呀，是啊，从早上到现在就小毛3、2只，哎，怎么会这样啊？哎，昨天晚上你们没有听那个新闻报道？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关系啊，导致全国小学都停课了。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在想，很多人都关在家里不敢出门。哎呀，大惊小怪有这样可怕吗？还会自己吓自己。对喽，现在生意都已经这么难做了，还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这样下去生意怎么做啊？哎，大哥，哎，姑姑你也在，那太好了。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下午诊所不用开啊？有啊，我拿口罩给你们的。干嘛拿口罩？妈，这非典型肺炎啊，来得比想象中更加的凶猛。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啊，所以暂时还没药物可以对抗。在香港方面呢，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啊。哎呦，这么可怕！我还以为是一种普通的伤风感冒而已啊。姑姑，这比感冒严重多了，因为它传染性很强的，在本地呢已经有病例了，而且啊有增加的趋势呢。哎，我还听说啊，打喷嚏、咳嗽了都会传染的。对啊，
哎呦呀，有没有搞错？你口水乱喷，都不知道有没有细菌的。来，给我一口吧。怕死嘞！大哥啊，姑姑说的是对的，在这种非常时期啊，大家小心点比较好。打喷嚏呢，就用纸巾啊。我去拿纸巾，我真受不了嘞。哎，还有你有口罩。这个大哥啊，哎，威廉啊，还有你们处理失落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戴个口罩，这样子啊，顾客会比较安心的。需要那么严重吗？一旦蔓延开来啊，追市场瘟疫了，那是啊，会死很多人的。那我还是戴口罩。拿多一点啊！哎，哥，我要，来，拿多一点。三姐，你来一个吗？哼，佳琪啊，雅喜整天在外面跑，你要叫她小心一点哦。雅喜啊，今天早上已经飞到香港去了。啊？香港比我们这边还要严重哎。对呀，大家说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啊，我是很担心啊。我跟他说一办完事情就马上飞回来。Hello， 佳琪啊，你是不是把我的酒店房换成套房啊？没有啊。哎，那就奇怪了。我刚开完会回来，酒店经理说啊，我的房间从普通房换去套房，而且还付了钱的。哇！到底是谁帮我订了这么贵的房间啊？是不是你的公司啊？不可能，这间房间这么豪华，谁那么好要让我享受啊？那肯定是你的客户喽。那也不可能啊，客户只希望我们巴结他们，哪里会管我们的死活？那我也帮不了你了。算了，待会儿自己再查一查吧。你还好吗？我这里很好，我听你的话，一步也没有踏出酒店。如果真的要出去的话，我一定会戴口罩的 ，OK？OK， 乖。OK， 拜拜。Surprise！ 子斌，你怎么会在这啊？我前2天已经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今天早上我打去你公司，他们告诉我你来了香港，所以我就决定给你一个 surprise。那这间房是我帮你换的。干嘛？套房很贵的。嘘，我开公账，不要说出去啊。那你把单子给我，我不会让你破费。你这个人呢，是不是欠我骂呀？那好，我退房不住。喂，钱都已经给了，那不是白白便宜了酒店？你留在这里住吧。我有房间呢，我的也是套房，就在你隔壁罢了。这是拿你没办法。哎，香港非典型肺炎那么凶猛，还是住得宽敞一点比较好，空气比较流通的。那谢谢你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本来是今天走，不过我决定留下来陪你。不必吧。在这个时候啊，还是有个人互相照应比较好的。怎么？你担心我感染到非典型肺炎啊？放心吧，我也很怕死的。我也是留在酒店里跟客户谈生意，一步也没有踏出酒店。再说啊，酒店的环境和安全措施都是一流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过还是不得不防，一定要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我呀，给你带了一些维他命 C、大蒜丸，听说这些啊对抗炎很有效果的，还有一些……不用了，这些东西我很多。啊，对呀，我忘了你男朋友是个医生。哎呀，我真是白费功夫了，看来还是自己用吧。啊，谢谢你提醒我。佳琪说呢，一回到房间一定要马上冲凉的。那你快去吧。不过能不能请我在这里喝杯茶？那你自便吧。Hello。喂，对不起啊，请问这里是司徒雅喜的电话吗？是啊，你是罗医生吗？我是孙子斌。哦，雅喜啊，他刚刚去了冲凉。追求他结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无谓的脸，表情一成不变，心里说不闲。心中的病，时间快开始看到未来。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你我在作怪，记忆里会沉溺，总模糊了视线，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带点腐坏的感觉。我是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